乌俄最新战报：俄本土铁路遇袭，在乌克兰东部4个小时之内没有观察到一架俄军战机。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大规模袭击，德国录音被窃听，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用于袭击科赤大桥。俄军第1015团近乎覆灭，2300名士兵只剩下30多人。3月4日，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证实，俄罗斯萨马拉地区恰帕耶夫卡河上的铁路桥段被炸毁，火车交通已经停止。按照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说法，这条铁路是俄罗斯用来运输军用货物的，特别是萨马拉地区恰帕耶夫斯克市聚合物股份公司生产的弹药。目前，该桥的桥梁的金属结构已经被损坏，导致5列火车延误，预计在几周内都无法使用。乌克兰正在通过自己的方式不断袭击俄罗斯后方，从而影响俄罗斯运输、交通、能源出口等，进一步减轻俄罗斯对战争的投入。至于前线战况依旧很激烈，不过俄军因为战机的损失，进攻已经减缓。3月5日晚，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了2艘在红海航行的美军驱逐舰，不过并没有提及时间以及遇袭军舰的名字。按照萨雷亚的说法，胡塞将扩大所有敌对目标的袭击，这次袭击大概是胡塞的报复。3月5日的时候，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英美战机在晚上空袭了位于荷台达西北部拉斯伊萨区的胡塞武装导弹发射设施。不过说实话，这几天红海这边就没消停过。3月4日的时候，胡塞武装就发表声明，向在阿拉伯海行驶的一艘以色列船只发射了多枚导弹，并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了数艘红海地区的美国军舰，但是没打中。号称全球首款第4代坦克的俄军 T-14 阿玛塔服役。3月4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总经理切梅佐夫证实 T-14 已经交付俄军服役。不过关于 T-14 的实际数量到现在依旧是未知。俄罗斯陆军最初计划在2015到2020年采购2300辆 T-14， 但是在2021年的测试过程中，发现 T-14 的火控系统存在缺陷，所以一直拖延到2024年才交付给俄军。不过对于乌军而言， T-14 是否服役并不重要，毕竟按照切梅佐夫的说法，因为成本太高，不会在乌俄战场上使用，还是用价格更低的 T-90 更合适。在前线方向，阿夫迪夫卡依旧是热点。虽然乌军已经撤离阿夫迪夫卡，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乌军依旧在阿夫迪夫卡一带猎杀俄军，而且展开游击战之后，乌军的战力反而更高，频繁使用无人机、海马斯袭击俄军阵地。在比尔迪奇、奥尔利夫卡、托嫩克，俄军控制了部分地区，其中在奥尔利夫卡大约有一半的定居点在乌克兰的控制之下。在托嫩克地区，乌军控制了大约 35% 到 40% 的定居点。虽然战果不是很好看，但乌军已经给俄军准备了惊喜。根据塔夫里亚联合特遣部队的说法，乌军在阿夫迪夫卡方向成功阻止了俄军的进攻。乌军第3突击旅使用无人机在阿夫迪夫卡杀伤俄军， T-90 和 T-80 这样的坦克都被干掉了不少。乌军第47旅则是使用 M2 围剿俄军。同时有消息说，法国 ASM 精确制导炸弹已经上场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推进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空中支援。3月3日的时候，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什丘克表示，在乌克兰东部4个小时之内没有观察到一架敌机，俄罗斯空天军这是被打怕了。3月1日，乌军在马里乌波尔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4战机。3月2日，乌军又在东部前线击落一架苏34。从2月17日开始，15天击落15架俄军飞机。如果俄军战机继续投掷 FAB 滑翔炸弹，那就是给爱国者 NAS、AMS 以及改进型 S-200 当靶子，飞机出动的越多，损失越大。德国国防部在3月2日就已经证实，德国在2023年12月向乌克兰额外交付了3套爱国者雷达。目前德国已经向乌克兰援助了2套完整的系统，2套额外的发射装置，3套额外的雷达，以及220枚导弹。这也是乌军防空能大放异彩的原因之一。不知道整个3月，俄军还有多少战机可以损失。
反观乌军，炮弹将在几周内送到。之前，德国国防部声称已经加入捷克为乌克兰购买80万枚炮弹的队伍，并提供大部分资金，加上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等国的资金，援乌已经是板上钉钉了。首批炮弹将在几周内抵达，足够乌克兰用上一段时间。在新米哈伊利夫卡方向，俄军正在转移预备队。3月4日，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塔夫里亚联合特遣部队表示，俄军在新米哈伊利夫卡部署了大量的预备队，准备实施大规模进攻。目前，在新米哈伊利夫卡的袭击事件比阿夫迪夫卡前线的袭击还多。同时，在巴赫穆特方向，伊万尼夫斯克与博赫达尼夫卡也爆发了激烈战斗。乌克兰真理报3月3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集团新闻处处长伊利亚·叶夫拉什表示，俄军正在袭击伊万尼夫斯克，同时俄军还将空降部队、摩托化步兵团和作战部队预备役转移到恰索夫亚尔与博赫达尼夫卡。俄军的最终目标就是占据恰索夫亚尔，但是目前没能成功。乌军已经在恰索夫亚尔附近布置了雷区以及数十个排阵地，并依靠地形优势有效对俄军进行袭击。不过让火力军来说的话，当前战场最热的地区还是克里米亚。德国还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用于袭击刻赤大桥。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利斯已经下令准备恢复义务兵役制的提案。该刊物援引非公开政府文件显示，皮斯托利斯打算在2025年秋季举行的联邦议院选举之前，寻求恢复征兵制。在2011年的时候，德国暂停强制增兵，转为职业化部队。乌俄战争开始之后，欧洲各国都加大了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德国恢复强制征兵，也是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3月5日，西班牙埃菲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与哈马斯同意暂时停火40天，双方就新的停战与人员交换协议达成一致。在停火期间，哈马斯需要释放40名被关押人员，而以色列需要释放404名哈马斯囚犯。同时，在停火期间，也会有运送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走廊。乌克兰要开始拆除刻赤大桥这座违章建筑了。3月1日的时候，乌军对刻赤大桥发动了进攻。根据俄罗斯媒体 MASH 的报道，乌军使用风暴阴影导弹与美国 ADM-160诱饵弹联合攻击了刻赤大桥，据称至少12枚导弹被击落。3月3日凌晨，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袭击，俄国防部还是老样子，击落了38架无人机，没有损失。不过各位也都知道，俄罗斯的话只能听一半。事实上是有4架无人机击中了费奥多西亚的一个油库，并引发了火灾，大火燃烧了1个多小时才被扑灭。3月5日凌晨，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克里米亚地区再次传来爆炸声。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并没有发表评论。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袭击一直没断过，最终目标就是刻赤大桥。正如布达诺夫说的那样，不建议民众使用刻赤大桥，2024年就将其摧毁。德国这边虽然明面上拒绝援乌金牛座，但是却与乌克兰隐秘讨论如何使用金牛座打击刻赤大桥。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消息是俄罗斯爆出来的。3月1日，俄罗斯国营电视台今日俄罗斯总编辑西蒙尼扬公布了一段录音，内容是多名德国官员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导弹，并协助乌克兰轰炸刻赤大桥等目标。而在3月2日，《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德国高级官员透露，这段录音是真的。录音长度为38分钟，日期在2月19日。西蒙尼扬表示，主要内容就是德国空军司令葛哈兹等军官讨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的细节，以及如何对刻赤大桥实施袭击，并不让德国直接参与冲突。金牛座导弹的射程达到了500公里，德国的库存为600枚，其中约500枚已经投入使用。葛哈兹将军在录音中表示，德国有能力向乌克兰提供100枚导弹，分成2批交付。问题来了，这种事情应该是绝密，为什么会被俄罗斯发现呢？华尔街日报指出，录音中的会议是美国思科公司开发的商业非加密在线会议平台 Webex 发起，并不是军方内部的机密网络。同时 Webex 还被德国军方以及其他敏感部门使用，被俄罗斯间谍攻击也属于正常。不过就结果来看，俄罗斯这是属于自爆了，摆明告诉你 Webex 不能再使用了。不过这就有另一个问题了，俄罗斯为什么要曝光录音？
如果选择不曝光，或许还能获取到德国的其他机密。让火力军来说的话，俄罗斯这是打算引发舆论，利用这次泄密事件降低德国援乌金牛座的可能。另一边，俄罗斯也表示，如果德国参与战争，俄罗斯将进行报复。德国国防部皮斯托利斯表示，俄罗斯正在对德国发动信息战，实施混合攻击。按照德国那边的说法，不会影响对乌克兰的援助，但到底如何，只有德国自己知道。针对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袭击，俄罗斯也发起了反击，目标就是敖德萨。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3月5日凌晨，俄军利用见证者136对敖德萨发动了袭击。敖德萨地区的空袭警报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乌军都在利用远程打击武器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只是在北约的支援下，乌军无人机的性能、情报准确度明显更胜一筹。另一边，俄罗斯军事博主爆料，在阿夫迪夫卡作战的第1015团近乎覆灭。2023年7月份，俄军军事博主斯特列科夫因为公然批判俄国防部在战争中的失利，以及发表其他不利于俄军的消息，在莫斯科被捕。而斯特列科夫的好友列夫·维尔西宁最近也爆出来一个大雷，发布了一份俄军阵亡士兵妻子的信。信中谈到，在阿夫迪夫卡作战的第1015团遭到了毁灭性损失，2300名士兵中只剩下30多人。而且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第1015团。关于第1015团近乎全灭，火力军并不能确定真假。不过电报、X 等社交媒体以及安提克尔网站上都有关于第1015团的消息。火力军在确定消息来源时，也找到了一点第1015团的信息。准确来说，应该是第1015摩托步枪团，但是到底隶属于哪一支部队，暂时还不确定。不过结合阿夫迪夫卡的战况以及俄军损失来看，第1015团接近全灭是有可信度的。但是就过程而言，大概率不是从2300名士兵被打到只有30多人。俄军一个团都没那么多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一直补充兵力导致的。毕竟俄军士兵的素质，如果可以在伤亡接近99%的情况下还没哗变的话，估计现在就不是乌俄战争了，而是美军在打田纳西州保卫战。在古代冷兵器作战时代，士兵的伤亡率超过10%，就可能会导致作战体系崩溃，超过30%就已经是极限了。而在现代战场，因为重火力的存在，士兵的伤亡率更高。一般情况下，士兵的伤亡率达到20%，可能会失去战力，而30%则被认为是全世界军队公认的伤亡可承受度划分界限。像这样损失了98%，建制还没垮掉，还能救出几个人的，火力军一般都称之为阿斯塔特，只有星际战士才那么猛。所以正常情况下，部队损失1/3的人就需要撤到后方去休整。只是俄军不是本土作战，经过2年的战争，也没有那么多的预备队，所以只能是补充兵力，而不是轮换。这也是为什么第1015团会达到2300多人。同时，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战术不是像之前那样大规模推进，而是以化整为零的方式进行包围。如果在最终决战时，让第1015团的士兵充当炮灰田线，就会出现当前的情况。当然，以上是火力军以消息为真作为前提进行的推测，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谁也说不准。毕竟第1015团最终只剩30多人，的确有些离谱。二战期间，苏联最惨的时候，战损也没那么大。不过第1015团的消息真假对俄军整体的战损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士兵伤亡惨重的事实也不会改变。3月3日的时候，英国情报机构就表示，俄军在2024年2月的日军伤亡人数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最高的。据该机构称，俄军在2月份平均每天损失983人，伤亡率增加，也就意味着俄军进攻强度大。就前线情况来说，的确会给俄军增加前线阵地的压力。不过这件事换句话来说，那就是俄军利用人海战术来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以换取最大的战果。在21世纪以大量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军事推进，那是要被鄙视的。但不得不承认，就是这种呆板的战术的确有一定的效果。毕竟乌军没办法效仿俄军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按照英国情报机构的说法，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的伤亡可能超过35.5万人。乌军3月4日的战报显示，俄军伤亡人数已经超过41.7万人。就算是里面有灌水的嫌疑，
乌军也没办法承受与俄军类似的伤亡。对于俄罗斯而言，兵力反而是最容易解决的事情，除了部分动员之外，还能从世界各地招募雇佣兵。俄军的问题在于装备和弹药，大炮主义的落幕以及野战防空的不足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俄罗斯当前的现状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铁锤手杀，法国 ASM 实战画面曝光。在1月份的时候，就传出了乌克兰从法国那边接收了数百枚 ASM 炸弹。目前已经有消息传出，乌军使用了一枚重达250公斤的 ASM 打击阿夫迪夫卡焦化厂的俄军。同时，在3月4日，乌克兰媒体《防务快报》报道，为了调整和记录这次打击的结果，乌军特意部署了一架无人机。这也是乌军首次公开使用 ASM 对付俄军的视频。从本质上来说， ASM 炸弹就相当于美国的 JDAM， 也是传统炸弹加上套件，使其变成精确制导炸弹。在法国那边， ASM 炸弹是一个系列，型号分别是150、250、1000。乌军这次使用的是 ASM 250，也就是配备了一枚重250公斤的炸弹。其特点就是配备了固体火箭发动机，可以将射程增加到70公里以上。当然，既然是精确制导炸弹， ASM 的精度也有保证，惯性与 GPS 双重制导，可以满足不同的任务需求。不过就实战情况而言， ASM 250炸弹的目标大概率是俄军在前线的防御阵地，毕竟还要考虑野战防空的因素。乌军这次攻击的目标是阿夫迪夫卡，就战线而言， ASM 炸弹在这片区域有最好的发挥空间。火力军上面也提到了，因为战机损失太多，乌克兰在乌东地区4个小时之内没有观察到一架俄军战机。这就意味着乌军战机可以携带 ASM 炸弹随便飞，不需要考虑碰见俄军战机的可能，只需要注意野战防空就行了。而且在当前的阿夫迪夫卡区域，乌军正在展开游击战，情报的获取相当及时。凭借 ASM 炸弹的威力，乌军可以频繁打击俄军阵地，从而减轻比尔迪奇、托嫩克等地的压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整个3月份俄军会损失几架战机？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